Hello， 各位股东们，大家好，我是小军。今天呢，我要来测评一期大米。因为疫情的原因呢，现在大家在自己家里面做饭，你很难想象啊，以前连碗都不会刷的人，现在竟然学会了洗筷子。鲁迅说过，中国人技多不压身。前苏联的著名作家为米饭写了一本书，米饭是怎么炼成的？由此可见，米饭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多么的重要。这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要测大米的原因，很牵强的理由。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宝宝，我可以说是从小就长在稻田里面的。小时候呢，我们在稻田里面玩啊，什么抓鱼啊、抓泥鳅，然后挖黄鳝啊，就是那个男人都是善变的那个黄鳝啊。那今天呢，我买了各省的12种大米啊，还买了日本和泰国的大米。那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国内各省的大米的区别啊，包括我们跟泰国跟日本大米的区别。那据说呢，我们19年呢，全国产的大米有1.49亿吨。那产量第一的呢是黑龙江，产量第二的呢是我们河南，骄傲一下。河南呢又属我们信阳，占70%的产量。作为一个信阳人，我骄傲的很啊！当然了，这里要感谢一下我大爷，魔道祖师袁隆平袁大爷。袁大爷的杂交水稻基本上全部种在我们信阳，像我家现在就有2亩地种的水稻，不卖自己吃，也不撒化肥，天然有机，大户人家。那每个省的水稻呢，多少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主要分为早稻、中稻、晚稻。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种植的时间的长短，时间越长呢它越好吃，所以晚稻呢是最好吃的。那还有呢，单季稻和双季稻，也就是说有些地方呢1年可以产2次水稻，那它呢就不如单季稻的味道好。然后呢，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水稻都叫水稻啊，有些呢比较倔强的啊，它就不需要水，所以它叫陆稻。还有一种呢是袁大爷呢这几年正在研究的，叫海稻。海稻呢，顾名思义就是说种在海里面的水稻。错，海里面种不了水稻，海里面种水稻不会被鲨鱼吃掉吗？是因为中国呢，其实有很多土地呢是咸的，当然我也没有尝过啊。据说呢，我们中国有差不多15亿亩盐碱性的这种土地啊。袁大爷他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把这些土地呢利用起来种植水稻。那为什么要说水稻呢？因为水稻的孩子叫大米。那大米呢，主要分为3大类：精米、鲜米、糯米。它们3个有什么区别呢？鲜米呢，它又像御姐，就是高高的、瘦瘦的，很高冷啊，所以它做出来的饭呢，不黏也不软，有点硬，御姐型的米。那精米呢，它又是那种软妹子型的这种萝莉，很粘人，做出来的饭又软又黏，像我一样。那什么是糯米呢？我们中国古代呢有一种职业啊，会用糯米来杀僵尸。怎么分辨呢？其实很简单，你晚上去乱葬岗，然后看到有穿古代官服的人，然后你就往他身上撒一把糯米啊，他叫了，这就是真的糯米。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全国各省的大米呢有什么区别。首先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排名，我觉得可信度还是蛮高的，因为其实每个省的它的水土都不太一样，基本上公认的东山的大米是中国最好的。所以呢，东北呢上榜了10几个大米的这个产地。那像最好的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东北的五常大米就是黑龙江哈尔滨五常市的大米。其次呢，可能是江浙一带鱼米之乡啊，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啊。我们大家看过《天下粮仓》，讲的就是淮安的大米。俺们河南呢也上榜了一个大米，河南新乡鸳鸯大米。鸳鸯大米呢，据说是用黄河水灌溉，滚滚黄河水。然后江西呢也有一个上榜的，那包括湖北、安徽啊、天津都上榜了一款大米，其他的呢没有上榜。对不住了，各位老铁们。那可能有人会问了，谁来评定了这些大米？然后怎么评判大米的好坏？那国家呢是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很复杂。简单来说呢，就是大米啊煮成米饭了以后，它的硬度和粘度。那复杂点来说呢，就是蛋白质含量、直链淀粉含量、焦稠度，还有碱消值等等，就是听不懂的那种数据。好，那我们首先呢了解一下中日泰3国大米的背景。我们中国呢是最早开始发现水稻种植的已经有7000年历史。据考古发现啊，这个水稻种植呢极有可能是你们女孩子们发现的，因为在几千年前那时候我们直男们还都只会打猎，然后你们女生突然发现，可以在家里面种水稻，又不累，又能够吃到撑啊，多好！
然后日本呢，现在普遍的认知就是说，日本的水稻是全世界品质最高的。我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啊、测评啊，专家们检测呀，也都确实说日本大米呢确实是最好的。那像我们东北的水稻呢，其实学习了很多日本水稻的一些技术。东北呢和日本他们在气候比较相似，有个科学的说法，国际公认的啊，在地球上北纬39度啊产的大米，这是全世界认为口味最好的大米。所以呢，在我们辽宁的丹东东港和日本的本州岛都恰巧在北纬39度，你很想不到吧？吃个大米还能把地理课用上。我们中国呢，最好的大米就是黑龙江哈尔滨五常市的五常稻花香，跟我念一遍，稻花香。日本呢最好的就是月光米，那最好的产地呢是日本的新泻县产的但是其实很多地方呢，他们都产这个月光米，都不错。那包括我在淘宝上看，其实也买不到新泻县的，基本都是别的县的。我们中国现在可能是推广的问题，就是除了五常稻花香是所谓的五常大米除了五常之外的都不能叫五常大米了，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区别。东北呢和日本的大米都属于是精米，泰国呢其实他们的米呢属于是小鲜米，然后它是最好的就是泰国的茉莉香米。泰国的香米呢，它其实有很多个产地都不错，那我看在网上也比较容易买，因为泰国的大米在中国发展很多年了。那随着我们东北大米的这个品质的提升呢，现在确实有一些种类是已经可以比得过日本的月光大米的品质了。但是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问题出在于管理。所以我看了一个数据，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说我们整个五常呢，其实只有200万亩土地可以种五常大米那每年呢只能产出90万吨左右的五常大米，而市场上每一年将近有900多万吨假五常大米也就是说，我们10个人出去买五常大米，10个人基本上买的全是假大米。你说这个，所以监管部门呐，长点心吧。据说呢，这个调和米，有说假五常大米，很多大品牌都在干，因为很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那我们来弹幕互动一下，你们能随便说一个五常大米的品牌？你永远相信这一点，中国不管任何行业，如果老百姓不能够随口而出叫出一个品牌，那么这个行业一定是有问题。比如说我一说冰箱，对吧？你们立马都能想出一个什么品牌。我一说手机，你也立马能想出什么国产品牌。我一说大米，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每天在吃大米，这是一个很认真、很严肃，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这个问题根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政府的问题，监管不力，900万吨假货。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之前也没有意识到，好像我们中国人从来不知道如何挑选大米。你们有人懂得怎么去选大米吗？就从来没有人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所以这就是这一期我特别想做大米当然呢，我做的这个确实水平有限，我也不是非常专业。我看呢，现在其实政府也有在行动，比如说有2个商标、2个 logo 只要你看这个包装上面有印这2个 logo 呢，就证明这是一个授权的真的五常大米。再给大家透露一个行业小秘密，据说超市里面卖的散装米全都是剩米、陈米可以陈好几年，或者呢是很多种剩米卖不掉了，然后他就把它混在一块儿。如果是你是比较讲究的我不建议大家买这种米。据说呢，有很多卖大米呢，它有比如说剩的米或者掺的米或者一些不太好的米它会干嘛呢？抛光打蜡上色，洗车呀、汽车行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教几个大家去辨别的方法。首先呢，如果你想买到正宗的这个五常大米，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认识一个东北的老铁这个从农户那边买，那绝对保真，杠杠的真那据说有2个镇子呢是最好的有一个叫龙凤山，还有一个叫安家镇这2个是舌尖拍过，说是最正宗的五常大米。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尽可能的买大牌我在网上查了几个品牌，就是相对来讲的话规模比较大的，因为任何行业都这样，规模越大呢，它越要脸没收钱都没收钱但是我很希望来找我，不要钱，送我1年的大米。教大家如何分辨五常大米的一个小知识，看图。但是毕竟呢，我们也不是实验室，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以体验为主，我会把每一款大米呢全都煮了，尝一尝它什么味道，有什么差别。此外呢，我们还买了泰国和日本最好的大米，所以呢，我们要对比一下中日泰3国的大米到底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大米测评。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统一用200毫升的米1:1的水进行蒸煮。开吃。那我来说一说我的感受吧。我跟摄影师我们吃了好几遍，大米之间呢，说实话差距呢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五常大米呢，确实你嚼起来就是不一样啊，它有嚼劲，吃到嘴里面以后，你能感觉到粒粒分明。那东北大米呢是被公认的全中国最好吃的大米，原因呢是东北呢是黑土地，然后它的水稻呢是1年1熟，180天。说实话，我觉得五常米比日本米好吃，不一样的是日本米它有点黏，然后呢很硬当然这咱也不懂啊，我只是凭口感，我觉得五常米比日本米更好吃一点。其次呢是江苏的米，江苏的米呢软黏有嚼劲，江苏的米好吃呢也是因为当地的气候和水的原因。那我们都觉得呢广东的米可能没有那么好，广东的米呢煮出来以后又比较碎，然后也没有那么白，很没有嚼劲。对不起广东的老铁们，对不起。然后泰国它的米呢你能感觉到也好吃，也有嚼劲，然后米粒也很大，但是很多人都说泰国的米有茉莉香，但是我真的尝了没有一点点香味儿。不过呢，粘度和嚼劲都非常好。还有呢，就是我加了杂交水稻这个确实很一般。你像我从小到大都吃了杂交水稻，我一吃到东北大米，我能够立马的感觉到不一样，好吃多了。那其他的每个城市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不一样。然后米呢，因为很多时候呢，它的功能也很多。比如有的米呢，它适合做粥，有的适合做炒饭。比如说我们驰名中外的扬州炒饭用的就是鲜米。所以呢，你用东北大米来炒扬州炒饭，可能就没有他们扬州的好吃了。而且吃这种东西很在乎口感，就你永远都是你家乡里面的最好吃。就像说无论外面的饭馆有多洋气，有多高级，但是永远都没有我们妈妈做的好吃我们毕竟也不是实验室嘛，所以很多一些像这里面的营养成分这种东西，我们真的测不出来，希望大家多包涵多指教。后面呢，我们再教大家一个懒人做饭的一个小知识，就是我发现了一个电饭煲焖饭，就是很简单，你想吃任何菜都可以，哇，只要你喜欢吃炒都可以很简单，就是把你喜欢吃的菜，然后放锅里面炒个炒一点点，不要炒熟了，放到电饭煲里面跟米一块焖米饭熟了以后就自然就熟了，傻子都能学会。最后给我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和电商的小伙伴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店铺，天猫店叫麻衣生活，现在做了一些女装比较基础款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欢的可以去看一眼。那老规矩我们抽奖抽大米，好吧，五常大米评论区我们摸3个小股东，希望帮我们一条龙服务吧。最后呢我想要在视频里面感谢一下我的大爷袁隆平，魔道祖师袁大爷。除了袁大爷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人为杂交水稻做过贡献。我们这一期呢，我们希望把一些其他的一些幕后的英雄科学家们展示一下，让大家也认识一下，好吧？咱不能老是只认识一些娱乐圈的明星。掌声有请中国农业10大功勋人物，他们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小麦之父李振声、玉米之父李登海，以及郭三堆、张海营、户延栋、方志远、谢华安、陈香文、陈胜和，以及呢，尽管没有获奖，但也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有被誉为北大方水稻之父的徐一荣，还有同样是杂交水稻的先驱者周英国、严龙安。感谢以上这些科学家们为我们中国农业做出巨大的贡献，辛苦了。